科学的尽头是神学，重生回来的我比谁都清楚，在未来100年的时间里，人类经历了小行星撞击地球，机器人觉醒与人类开展族群战争，甚至还有神明在地球毁灭后开启神罚天灾。而这些灾难的开始，只是因为人类在世界即将毁灭的压力下，打破了基因锁的桎梏，触摸到神的禁制领域。我从电脑椅上站起身，揉了揉这最原始版本，没有注射任何基因药剂，有些发酸的腿和腰。随后，我从杂物堆拿出2包泡面，开始趁着空闲时间，我再次打开了电脑，看着屏幕中密密麻麻的代码，我微微松了口气，终于是完成了。我是一个重生者，从未来重生回来的。现在是2123年，而我重生的时间是2250年，整整127年。作为重生者，我知晓未来的一切大事：7年后的行星撞击，20多年后的太阳毁灭危机，30年后逃亡路上和机械生命的生存战争，甚至是50年后的人类永生计划，70多年后的魔法文明入侵，甚至是127年后地球毁灭时的神罚战争。人与神的战争原因是人类动了神灵才能触碰的领域长生，但各种大事都知道的我，却偏偏不知道彩票中奖号码等等那些小事。重生回来的智脑沉睡，自己又没有自保能力，只能是辛辛苦苦的敲代码赚第一桶金。这些代码是一款页游游戏不大，甚至说这游戏压根不算是一款完整的游戏，它只有新手期的19级，19级就是满级。这是一款魔幻游戏，职业是传统的战法木这些。当然这只是目前阶段，我准备在游戏内公布。你以为公布了就能玩吗？并不是，19级为新手期，没有任何技能，战士、骑士、刺客还好说，起码有大剑、长枪和匕首。法师和牧师干脆就是拎着棍子戳怪。这种游戏能火吗？起码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这游戏的背景来自于70多年后的魔法文明是真实存在的。简而言之，这游戏中 NPC 和大事件的发展都是文明结晶记录下的真实事件。文明结晶是什么？未来地球科技和魔法文明的核心相结合诞生的产物。人类在未来终究是以科技战胜了魔法文明，甚至打得魔法文明节节败退，直接掠夺了魔法文明的核心。以魔法之神的神格为材料，人类制造出了文明结晶，这个承载着人类文明最终希望的信息资料储存器。神格不需要能源，只要有信仰即可充能，只要充能即可阅览其中的信息，那其中蕴含着人类文明所有的科技。神罚之战最终恰好在我作为实习生参观了人类文明塔那一瞬间，世界无声消逝，人类文明在一瞬间消亡，而文明塔中的文明结晶则是融入我体内，和我一起回到了127年前的今天。制作页游是我深思熟虑后的打算，首先用页游赚点馒头，然后转端游，然后再转虚拟网游和虚拟社区。虚拟世界是人类的第二世界，若垄断了虚拟世界，那就相当于垄断了人类第二生活。其次，从现实方面说，我根本没钱去注册公司，更别说买服务器了。唯一一台服务器还是二手市场里淘来的，修修补补，甚至是连内部程序都重写了一遍，这才够我暂时开个页游。毕竟现在的我只是一个刚刚毕业的穷学生，在前些日子重生前还因为一些小矛盾把工作给辞了，仅有的钱根本不够用。好吧，至于打电话求援算了吧，家里想让我回老家发展，可我年轻气盛，毕业后非要在大城市里吃苦，家里老爹都发话了，不回家就饿死在外面。不过我决定还是先赚点小钱，钱有底气了再回家吧，反正家里爹妈都够长寿，前世时硬是活到了90多，赶上了永生计划的福利，不但恢复了青春，甚至还跟我同级同班做同学，接受过再教育。想到老爹那恶劣的性格，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要不是老妈菜刀挥得好，恐怕那校花就成我后妈了。仔细的检查了一遍后，确定没问题，我开始了最后的总结工作。2个小时后，我松了口气，接下来就是发布。忽然我手一顿，微微皱眉，没有注册公司，也没有开发运营资格，乱收费的话，说不得还得进去吃2年牢饭。免费的话，顶多算是分享个自己做的游戏，就算是闹出什么乱子，也不至于太大。而且名义上免费，我可以在其他方面把你给收了。更改完毕后，我又点开了一个众筹网站，申请注册，填好了资料，随后开始发布众筹信息。项目主题做了一款游戏，众筹资金购买服务器和注册公司。项目介绍如题，众筹资金30万，众筹回报没有服务器，你们玩个屁！发布，然后静静的等待审核通过。梦想众筹网位于魔都高科园区，此时几个年轻审核员正昏昏欲睡。随着一声提示音响起，其中一个年轻人快速反应过来，拍了拍脸，随后拿起眼镜戴上，开始审核项目。申请疯了吧！年轻人一声惊呼，让周围几个昏昏欲睡的同事吓了一跳，甚至连带着他们老板兼总经理都险些丢掉了手中的茶杯。小张，你吼啥子？老板略带不满的批评道。这个老板，我不知道这个人的众筹项目应不应该给他通过。小张指着电脑屏幕结巴道，那项目正是我申请的那个。老板闻言起身走了过来，看了看众筹项目申请后，顿时勃然大怒，闹得想钱想疯了吧？没回报就想众筹资金买服务器开公司，他要是能众筹到就算是100块我倒立洗头，那我这就给他驳回。小张吓了一跳，等等，老板忽然抬手，随后笑道，虽然很荒唐，但是还是同意了吧，既能给咱们网站多个项目，也能让外界看看咱们网站的态度，而且这么荒唐的事情万一火了呢？老板英明，现在拍马屁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单身公寓中，我果不出所料的看到了审核通过，小网站就是没底线。随后我复制了网址，直接粘贴到了代码中。网瘾少年们辛辛苦苦升到9级，路子断了，惊喜不惊喜，意外不意外？想继续玩，想感受真实游戏的魅力，请给我氪金众筹去吧。点击确定发布，开始运行。一切搞定之后，我一边打开一个自己写的攻击程序，一边打开了某某直播，开始寻找目标。广告必须得打，不过怎么打又是另外一件事。我直接打开了直播平台的排行榜，选了人气最高的2人。我之前已经调查清楚，一个是名叫龙傲天的游戏男主播，平日里直播 LOL 或者吃鸡，有时候还会玩一些简单轻松的小游戏。不过因为他性格暴躁，脾气冲，总能跟人对喷起来，所以看他的直播绝对不无聊。很多人看直播都是为了纯粹凑个热闹。另一个是一个名叫柳如烟的女主播，这个女主播直播的种类就比较杂了，
户外游戏、美食，甚至是唱歌。不过因为长得漂亮，声音又娇滴滴的，所以看的人也很多。认准了目标，我拎出写好的程序，双手快速的在键盘上操作了起来。片刻之后，开始等待机会。终于，龙傲天这一把吃鸡打到了决赛圈，而就在这关键的时刻，忽然电脑一卡，游戏崩了。什么情况？早不崩晚不崩，你现在给我崩！龙傲天顿时破口大骂，随后赶紧登录游戏，但他的客户端已经被我动了手脚，无论怎么上都上不去。这一波龙傲天心态炸了行了，兄弟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咱们明天见下了。想得美！我再次操作键盘，片刻后搞定。龙傲天鼠标点的哒哒哒响，但是直播就是关不了。这一波他真的气炸了。忽然网页弹出一大堆，其中一个就是我的页游缓冲界面。龙傲天快速连点关闭了诸多网页。不过当他点到我的页游的时候，已经缓冲完毕。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吓了龙傲天一跳。随后页游美轮美奂的画面出现在他面前。先是一个老人出现在画面中，老人眼睛直勾勾的看着屏幕，让龙傲天产生了一种在视频聊天的感觉。随后老人说话了：“孩子，你妈都饿得吃树皮了，你难道还要无动于衷吗？”说话间，画面一转，一个慈爱眼神出现，是一个中年妇女。妇女衣衫破烂，消瘦如柴，面容痛苦的看着屏幕。孩子，妈妈没事，别听村长的，你去追寻你的梦想吧，去你的梦想吧。龙傲天目瞪口呆，画面做的太过于真实了。他总感觉这游戏中的俩人眼睛看的就是他孩子。听说镇子里的职业者大人来村子里教学了，你只要通过他的考验，就能获得一柄武器。有了武器，你就可以去狩猎了，这样你以后也能成为一个伟大的职业者，你妈也就不必跟着你狩猎。村长继续用他那沧桑的声音说到，这一刻不只是龙傲天，连带着他直播间里爆发出了无数声卧槽，这什么游戏开局送的吗？谁是策划？随后龙傲天看到弹幕中出现了无数让他继续玩下去的消息。傲天去给你妈找食物，刷个飞机玩下去，这个游戏有点意思。看着游戏界面，龙傲天深吸一口气，我玩还不行吗？最好游戏做的质量真的好，不然你等着我喷不死你。此时游戏画面还处于等待状态，游戏角色和村长的对话等待着玩家选择：一、村长爷爷；二、我这就去参加考验。死老头子滚粗，别多管闲事。看着选项，龙傲天嘴角抽搐，就这选项是让人选的吗？选一。随后龙傲天眼前跳出角色创建画面，选择难，输入龙傲天。随后龙傲天开始了他的游戏之旅，然后他便感受到了什么叫套路。你可真是个废柴，一个小考验居然用了那么久。行了，选一把武器吧，然后赶紧滚蛋。看到你这种废柴，我就心烦。龙傲天脸色涨红，龙傲天，你果然是烂泥扶不上墙，拖拖拉拉的那么久才回来，你妈已经饿死了，这才几分钟时间啊，怎么就饿死了？龙傲天愤怒。回到家，角色的亡灵妈妈忽然冒出来，傲天，曾经有人追求我，他是帝国贵族，高阶法师，当初他想娶我，但是我放不下你，所以拒绝了。答应我，不要让我失望，不要让妈妈被人瞧不起好吗？为什么你会被人瞧不起？龙傲天错愕加难受。妈妈刚消失，神秘人出现，哈哈哈！我就说你是个废柴，你妈还舍不得，现在证明我对了吧？你以为我喜欢他吗？我根本瞧不起你们俩，只是可惜了，随着他死，那传说中的东西肯定永远也找不到。神经病啊！你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神秘人消失，龙傲天憋了一肚子火。而就在这时，忽然游戏提示得到奇遇，他在妈妈床底下找到一卷名为魔法之神赐福的卷轴，恭喜获得神级赐福卷轴，是否使用？废话，当然使用。龙傲天毫不犹豫点击学习之后，他发现自己原本全11的初始属性瞬间变成了全110，卧槽10倍。而这时职业者大人出现，是我看走眼了，没想到你居然是绝世天才，这是基础修行秘籍，送给你，等你10级之后来镇子，我亲自帮你引荐所有职业者，你想学什么都行。龙傲天目瞪口呆，点开基础秘籍后，顿时出现了选项，请选择基础斗气锻炼法、基础魔法冥想术。选择斗气完毕，随后连升3级。村长也跳了出来，惊骇道：“没想到龙傲天你竟然是天才！”龙傲天大笑起来，憋屈了那么久，总算是开始爽起来了。而这时村长又说到，村子外面有一些低级魔兽，他们有可能会掉落魔核，吞噬魔核可以增加斗气，打坐修行也可以增加斗气。傲天加油！听说成为帝国大人物后可以请神庭主教施展复活术，到时候你妈妈就有希望了。龙傲天一脸懵 ，NPC 还能复活？咋了？这游戏牛，这游戏我吹爆！好吧，傲天快发网址，我也要玩。网址，网址，网址！弹幕爆发。随后龙傲天大笑，也不提下播的事情，复制粘贴分享网址，兄弟们来，咱们一起救妈！我摸了摸下巴，随后点开另一个直播间，正是那女主播柳如烟。游戏嘛，套路只是一时的，有了妹子才能长久。我对着柳如烟也来了一波套路，不过柳如烟终究是妹子，和龙傲天那动不动爆粗口不同，压抑的剧情让她险些哭出来，后面的惊天逆转更是让她脸色涨红，闷头不作声的开始努力练级。我要复活！我妈妈小声咆哮。单身公寓出租屋里，我看了一下服务器在线人数273人，稳了。我相信很快人数就会爆满，毕竟这还只是个开始，这点套路算什么？后面全是套路。将游戏丢到一边，我随即开始继续敲代码。页游代码终究只是页游，在我的计划里，等到服务器升级之后，那肯定要改成端游的。这一忙活又是3天的时间，我可不知道自己的游戏在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就是卡到爆的那种，一步一卡，忍得难受，但是还想玩。卡顿3天了，为什么解决不了？我猜是因为制作者资金有限，无法提供足够的服务器，而大家日夜不休的干了3天了。等级最高的也就是甘地柳如烟，他现在也才9级，就算是这样，经验还没满。半个小时后，极度疲惫甚至熬出了黑眼圈的柳如烟忽然精神了起来。各位，我经验要满了，只要再吃下这颗魔核，马上就能10级了。我终于可以走出新手村，去镇子里当职业者。说到这里的时候，柳如烟激动的同时甚至险些掉泪，弹幕瞬间爆炸。魔法世界第一个走出新手村的人即将诞生，当之无愧的女甘地，当之无愧的魔法世界第一人。说实话，真的挺好奇的，一个新手村就这么大，完全是根据现实村子大小按照比例缩小制作的，那镇子应该会更大吧？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恭喜，经验持续满，但很可惜，资料片尚未开启，无法升级。柳如烟看着面前弹出的提示，整个人愣住了。这一刻，直播间弹幕瞬间空白，停顿下来，片刻后疯狂爆发满级了。这游戏9级就满级了，不是职业者在镇子里等我吗？这满级了，我
还玩个啥？这一刻最难受的人非柳如烟莫属。一想到自己3天3夜没日没夜的干，结果最后就换来了这么个结果，顿时一个忍不住哇的一声哭了起来，随后抢笑着正要给观众道歉，可他抬头的一瞬间看到了游戏界面里的弹窗，恭喜你坚持到了最后。每一个坚持到最后的玩家都是真心喜爱这款游戏的，我作为制作者无以为报，感谢你们的喜爱，请打开网页开始你们的表演。弹窗里就这么一句话，在末尾的第2行，一个网址出现在了柳如烟的眼中，点击打开，顿时弹幕又炸了，卧槽，众筹，这算啥？这是众筹救母行动，我也是服了。原来真正的充值氪金通道在这里，不只是直播间里的观众，连带着柳如烟都看傻眼了，原来是我们错怪他了。这款游戏压根就没有创办公司，又缺少资金，所以才会卡顿。说话间，柳如烟毫不犹豫注册众筹网站，然后填好资料后扫码1万。兄弟们，难道你们不觉得这个游戏很有意思吗？走吧，支援一波，我出50，我100，再下2000，就这样你50，我100。随后消息传到了龙傲天的直播间中，龙傲天二话不说，带人开始行动，30万的众筹金额，短短的半个小时后完成，众筹项目成功。老板，你得吃翔了梦想众筹网翟小的办公室中，小张看到众筹金额后，先是难以置信的揉了揉眼睛，随后不可思议的惊呼了起来：“你说啥？别拿小公司老板不当老板哦！”老板闻言大怒，拎着杯子就要和小张真人 PK。小张反应过来，顿时额头冒出冷汗。而就是这个时候，另一个女职员忽然震惊喊道：“老板，今天网站新注册用户2万多人，而且全都参与众筹了。你看，就是3天前你说要是能筹集到100块钱，你就吃翔的那个众筹，他足足众筹了90多万，90万足够了。刚刚敲完所有代码的我眼前一亮，随后联系了梦想众筹网。梦想众筹网小归小，但是服务态度还是没得说的。通话完毕后没多久便截止了众筹，并将款项扣除了服务费后全部打给了我，当即毫不迟疑，直接大肆购买材料和服务器。不过说实话，我是完全看不上这个时代的服务器，因为是挑选的本地网店，和店家商量后，下午的时候便有人送上门来，我直接拆机，不是拆箱，是拆机器，拎着各种材料和垫子，用小电焊开始自主更改服务器内部硬件，费了5个小时。改造完毕后，我又开始重新写内部软件驱动。当一切都搞定的时候，已经是夜里11点，顾不上吃饭，我将端游客户端转移了进去，然后自己下载一个开始测试。测试完毕后，终于是松了口气，接下来就是弄一根数据专线。游戏为什么会卡？不只是服务器的问题，还是网线的问题。不过数据专线在如今这个时代应该是不便宜。拨打了电信公司的电话询问过后，我沉默了。最低速率就要3000，一个月还得承担申请费、工料费、工程费等各种费用，算下来足足1万多。再加上我是想安装一根速率较高的数据专线，做游戏公司那肯定是越高越好。可那人说什么要48万一个月，而且我这因为是居民楼，还无法安装。行吧，我换地方住行了吧。电信你们给我等着，早晚弄个公司顶垮你们。几台服务器加起来25万左右，兜里剩下了近70万。我干脆利索的打了个搬家公司的电话，反手租了个别墅，连看房都懒得看，一个月房租7万，我也干脆押金加房租付款了35万，然后便直接联系电信公司。第2天上午，电信公司快速铺设了线路，给我开通了数据专线，随后安装服务器，转移游戏数据。恰好时间是中午12点，不过我没有直接开新服，而是依旧打开老服公告那些玩家链接，自己则是开始整理各种资料，准备办证。开游戏公司需要哪些证件我不懂，所以我迷茫了。看了下剩下的钱，还剩30万出头，我直接开始在就业网站上看简历，看了大半个小时后，终于是看中了刘一手，40岁，在多个网络公司担任过经理职务，虽然不是总经理，但是单看简历来说，这个人还是很有能力的。不过根据简历下面的评论说，这货是被人开除的，现在正急着找工作，有戏。我微微眯眼，拿起手机拨打了简历上的电话。半个小时后，一个打扮的极为严肃、面无表情、很有经理范的男人走进别墅。这一刻，相看两生厌，这个人穿得这么严肃，应该也是一个对身边人也严肃的人吧？我心中嘀咕，这个人年纪轻轻吊儿郎当，不会又是富二代创业闹着玩吧？刘一手也暗自嘀咕，你好，我是这家网络公司的老板。你好，刘一手，我看过你的资料，不用介绍了，喜欢多管闲事吗？啥意思？刘一手顿时懵了，茫然的摇了摇头。创办公司、管理公司注册、申请一些证件，这些你会吗？我再次询问。行了，看你这么自信，那就是可以留下了。我摆手，随后转身向着机房走去。刘一手回过神来，快步跟上。我老板什么意思啊？薪资还没谈啊，其他的也都没说呢，这就可以了。刘一手发誓，这是他找工作最简单的一次，可也就是因为太简单，他心里反倒是有些虚了。薪资是吧？你之前的工作薪资是多少？年薪加年终奖差不多80万，那我给你100万，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没了。不是老板，您得让我知道咱们是做什么的吧？游戏公司，网游、页游啊，做得好的话确实来钱快。老板，咱们现在季度流水是多少？免费游戏还没开通，氪金暂时不赚。不过昨天我众筹了90万。啥？刘一手惊呆了。了解了前因后果和公司发展之后，他产生了一种很矛盾的想法：这地方有的没注册公司、没证件就敢运营游戏，得赶紧走。可老板实力很强啊，随便研发一款页游都有几万玩家，潜在玩家更多。一旦铺设好了服务器，弄好了发行运营证件，开启了氪金模式，那绝对大赚。而且老板又大气，还已经弄好了端游，这游戏端游还真好玩啊！看着越打越上瘾的刘一手，我在旁边忍不住嘴角抽动。你的专业性，你不是说只是测试一下游戏的可玩性吗？怎么还上瘾了呢？你觉得能火吗？我问道。能，而且是大火特火，火得恍恍惚惚的那种。老板，我现在就去申请公司弄证件，顶多3天全部搞定。那端游就3天后开始正式进入不删档内测。我先随便开几个区，让那些想玩的玩家玩页游吧。拎着一包资料走出别墅后，冷风一吹，刘一手顿时头脑冷静了起来。他回头看看别墅，忍不住嘀咕道：这公司怕不是有毒吧？我这上岗合同都没签呢，这就开始干活了。刘一手走后，我也没闲着，共计5台服务器改造完毕。
毕，然后便开始划分区：枫叶镇大区、索罗村、扎尔库村、卡罗卡村、米洛夫村、修吉尔村5个村。索罗村便是龙傲天他们玩的第一个区。索罗说的便是那个满脸惊骇的村长老。除了索罗村之外的其他4个村全都是新区。当然，说是新区也不对，因为其他4个村庄虽然玩法和索罗村大同小异，可地图却是不一样的。我是根据真实的魔法文明来创造的这个游戏，在魔法文明人类帝国的附属公国中是真的有枫叶镇和这5个村。等以后有了实力之后，直接合区。人家合区是让区内人数增加，避免变成死区鬼区，而我合区那可是真的合区，直接融合地图，扩大游戏内版图。这样随着以后技术不断突破，不断融合，最终这个游戏世界将变成真正的虚拟第2世界。我暗自嘀咕，随后设定了更新发布。短短的几分钟停服之后，当游戏更新内容出现在玩家眼中的时候，所有玩家震惊了。开什么玩笑？游戏不卡了，5个区可容纳在线人数共计5万人，新开4个新区。之前参与众筹还可以领绝版时装和称号，参与了众筹的玩家顿时陷入狂喜之中，而那些没有参与的则是险些哭出来。悲喜交加中，众玩家将目光看向近期更新预告。看完之后，所有人都忽然意识到一个关键要火：一款真正的好游戏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土豪的涌入，搬砖党的涌入。新建的官网上，论坛区已经爆满，短短的10分钟，数百个帖子，第一桶金马上就要成了。我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打开电脑，开始继续敲代码，一直弄到傍晚。刘一手打车回到了别墅，向我汇报的情况已经全部在申请注册中了，公司证件明天应该就能到手。游戏的话审查严格一些，不过3天内应该也能搞定。第2天一早，我醒来继续敲代码，连续好些天一直手指不停，纵然是我也有些受不了了，看来得尽早准备一下意识传输器需要的材料。我暗道一声，随后打开了万能宝开始扫货。意识传输器在未来是一项伟大的发明，诞生自逃亡时代。在未来虽然仅100多年，但是人类却根据发生的重大事件划分出了几个时代。7年后的行星撞击之前的时代，也就是如今的这个时代，被称为和平时代。行星撞击，地球的灭世危机被人类化解，人类拿出了所有的终极武器，合力轰爆了那颗小行星。随后各国在小行星陨石中发现了地球没有的材料和全新的融合元素，这些发现让地球科技文明往前迈出了一大步。例如聚变技术直接在短短的几年中发展到了巅峰，能源的充足让人类踏入星河时代。除此之外，生物基因科技也有了重大突破，因为融合元素的出现，人类根据动物基因进行改造，研究出了修复基因、完善基因的药剂，从此先天疾病再也和人类无缘，甚至完美基因诞生出的孩子都一代更比一代优秀，人在向神进化。随后生物基因科技转头又开始研究基因改造、基因融合等等。星河时代是科技爆发的开始，随后科技的爆发让人类发现太阳即将毁灭的灭世危机，能量能源科技大爆发，如电影中一样，研制出了足以推动地球逃亡的行星发动机。不过和电影中相比，人类没有那么惨。生物基因科技的大爆发让人类拥有在极端恶劣条件下生存的能力，甚至连带着玉米、小麦等植物基因改造、动物基因改造都以极快的速度研发完善并实施。这个时代便是逃亡时代，危机和机遇并存，每一次的重大危机都推动了人类科技的进步。在逃亡时代中，意识传输器便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在未来世界，有太多令人震撼的发明诞生，完全代替人类劳动的机器人，绝大多数机械机器所使用的惯性智能激发人体大脑诞生辅助意识，也就是智脑的生物芯片等等等等，太多了。但很可惜，我如今能弄出来的科技却是很少的，没办法，缺少基础材料。叹了口气，我将万能宝中并购的各种材料进行了结账。这个时代我玩的赚的倒是不少，多的不说，一些尖端科技稍微往前推动那么一小步，赚到的都是旁人难以想象的，但风险太大。未经基因改造的我，有没有重生前那种超人一般的钢铁之躯？甭说导弹核弹了，一颗子弹就能要了我的命，就连眼下这个2D 客户端也险些要了我的命。现在双手还处于麻木状态，我可不想继续敲代码熬夜，熬死的话，那才是给重生者丢脸了。意识传输器便是我接下来要做的，既然有钱了，那就开始干。别人没有智脑，我却是有智脑存在于人的大脑中。刚回来的时候，文明结晶还有些许微弱光芒，智脑还能联系得上，但比较可惜的是，传输完了信息后，智脑便耗空了文明结晶最后的能量，连带着智脑和文明结晶一起陷入了沉睡。而想再次浏览文明结晶内的内容，唯有信仰之力这种以未来科学暂时都解释不了的力量。那怎么获取信仰之力呢？难道跑出去忽悠人？思索片刻，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我先是找了个专业制作 cosplay 的制衣店，赶制出一套魔法文明大法师套装，然后直奔一家摄影工作室拍了一套写真。我找出了一张气质最好的，直接修改成了动态图，然后导入客户端，不要脸的把自己的照片制作成了魔法世界的登录界面，就为了那一点信仰之力。老板，我回来了。刘一手的声音传来，你怎么又跑来了？这说的是人话吗？刘一手愣在了原地，我特么的在这里上班啊，什么叫我又跑来了？深吸一口气，刘一手开口，注册公司的事情已经搞定，游戏运营方面的证件今天就能下来。好的，我点点头，你就一句好的，你不是挺急的吗？刘一手又懵了，老板，那咱们是不是应该再招些人？好的，这一整天我都拎着一堆材料在办公室中忙活，直到晚上意识连接器终于制作完成。这东西意义重大，但制作简单。一日，我一觉睡到下午，刚出房门便看到刘一手和一个小姑娘，还有一个大妈坐在1楼客厅中等待着。这是王霞，以前是给人做保姆的，据她所说掌握了一手好厨艺。那刚好现在是饭点，外面往左200米就是超市。王姐，你就去买些食材给我们展示下厨艺吧。大妈听后兴冲冲的走了。这是肖小爱，是今年的毕业生，没有什么工作经验，不过简历很好，无论是行政还是客服完全没问题。行，留下吧。实习78000，转正12000。刘一手有些迷茫，现在毕业生都能拿着待遇了吗？1个小时后，王霞终于是把饭菜全都搞定。品尝后，我大手一挥，就它了，月薪
薪1万，王霞狂喜，有些难以置信，这小老板这么豪爽的吗？行了，你们都下班吧，明天上午10点钟之前过来就行。回到卧室，我打开电脑，随后给自己创建了一个账号。游戏里有些东西仍需要亲自去体验一下。不出所料，5个区全是爆满，5万玩家，其中有2万左右都拥有绝版时装。我这几日也再次制作了几套时装和坐骑，都是按照魔法文明中真实复刻的，从农夫装到贵族装，从黑龙血蚕丝线到独角兽，没有价格，都是抽奖才可以获得。龙蚕礼盒、独角兽礼盒，一个礼盒10块钱。来吧，老弟，我已经预料到明日更新之后有多少玩家会喷我了。第2天上午，随着服务器开通，早已经下载好了客户端等着的玩家开始登录游戏。5个村庄，所有进入10级的玩家都会踏入枫叶镇，同时我也打开了游戏，没有拖，怎么能行？此时枫叶镇职业导师周围已经密密麻麻的站满了玩家，所有踏入10级的玩家都在进行职业选择。1019级是见习职业者，例如见习法师之类的。我让角色走到法师职业者面前，选择了法师转职。转职完毕后，我打开了直播间，先是看了下龙傲天，这货正骂骂咧咧的喷的人很显然就是我，这也太黑了吧！10万都不保底，想保底得28万。卧槽！柳如烟也已经完成了转职，他是一个牧师，他正咬着嘴唇盯着商城里的时装。开盒子，你们别开玩笑，110000的几率，老粉都知道我的运气没得不行。开吧，大家都想看，就算是开一个也好啊。柳如烟无奈点击购买了10个盒子，我开了呀。柳如烟闭上眼睛，右键连续点击，恭喜获得龙鳞丝线9个。眼看着柳如烟睁开眼睛，还有一个盒子没开，我赶紧输入一串代码，恭喜玩家获得黑龙血蚕时装。柳如烟激动地尖叫了起来，我原来是欧皇，以后别再叫我飞球了，哈哈！我关了直播平台，打开游戏后台监测系统，果然在柳如烟开出黑龙血蚕之后，游戏的充值玩家开始飙升，盒子的售卖数量也在飙升。1天的时间很快过去，我在办公室等待着，不只是等待游戏首日收入，更多的是在等待着智脑苏醒。一旦智脑苏醒，那意识传输器就可以用了，到时候直接让智脑来制作这款游戏的3D 版本和扩大地图，甚至是对游戏内部进行优化。同时，我窝在自己的办公室中敲敲打打搞了足足1整天时间，我在制作一款防身武器。随着公司规模扩大，我不得不去为自身的安全考虑。现阶段资金有限，材料有限，科技基础有限，电磁脉冲武器不可能，激光武器和基因武器也都完全是空想。我要制作的是一款小型声波武器。声波武器是一种可怕而又比较好隐藏的武器，在外来声波的不断激发下，人的身体会承受不了。未来，科学家结合魔法文明的魔法咒语还进行了2次研究，他们将黑暗魔法咒语频率结合声波，创造出了全新的声波武器魔音声波，根据不同的咒语频率和声波频率相结合进行催眠致幻，甚至是直接导致对方大脑受损。忙活了1整天，我终于是制作出了一只黑色手套。我在手套中放置了一个数据信号接收器，等智脑苏醒后，让智脑辅助传输魔音频率，到时候手套自然也就具备致幻和催眠能力。一夜悄然而过，第2天，一声咆哮将我从睡梦中惊醒，爆了！昨天又有3万玩家进入新手村，但仅仅是10万玩家，你知道他们首日充值了多少？800多万，这么好，这一刻连我都吓住了。老板买服务器吧，只要咱们稳得住，随便就能发大财。买我大手一挥，你赶紧去联系来100台绅士。鹅厂总部大厦，一个身穿正装的女人手持1沓报告，快步走进总经理办公室。又有什么突发事件吗？作为游戏发行运营部总经理的牛凯忍不住惊讶地看着眼前的你。牛总，国内出现了一款堪称现象级的网游，这款名为魔法世界的网游，在一开始是一款页游，经过2个大主播的宣传后爆火起来。昨天这款游戏更新后转成了端游，首日开服10万玩家，在线销售超过800万。联系魔都分公司那边的人，让他们上门去接触一下。另外，你本人也出个差，亲自去一趟魔都，接触一下那个第2世界游戏公司，尽量收购了。是，牛总女人转身离开。而就在这时，牛总又开口了，等等，如果他不愿意，5亿入股51%的股权也行，或者收购。我看着眼前长相打扮英气十足的女人，抱歉，我不在乎钱，我在乎的是梦想，所以2种方式我都拒绝。鹅厂的张诺兰刚走，猪场的人又来了，说是想购买我的技术，当然也被我一同打发走。当晚，100台服务器源源不断的被运送进别墅。待到工作人员离开后，我拎着工具开始改造服务器的软硬件，直到第2天中午的时候才将所有的服务器改造完毕。随后开机启动。刘一手站在旁边有些担心的说道：100多台服务器在这房子里，真的没问题吗？散热弄不好可是会炸的。不用担心，我的技术你放心吧，这个技术对于现阶段来说是划时代的。我让105台服务器实现了数据运算平衡共享，并且暂时封锁了已有枫叶镇和5大村庄的进入人数上限。镇子上限是10万人，每个村子是1万人，散热绝不会出问题的，就增加了5万人。刘一手愣住，怪不得不怕散热出问题。老板，现在正是赚钱的好时候啊，咱们买了100台服务器，就增加了5万玩家，算怎么回事？开新区啊，不急，我有我的计划，放心吧。开玩笑，我早就想好了，魔法世界必须每个区域都符合独一无二的特征，因为在未来是要融合大区的。如果有重复的区域，那以后岂不是整个游戏地图都乱七八糟？而且我能感觉到智脑马上就要苏醒了，一旦智脑苏醒，随时可以开新区新图，甚至还能对原有地图和游戏内平衡甚至画质等问题进行优化。拜托，登录游戏的时候多多看看我，信仰之力多来点。一觉醒来，智脑真的苏醒了，意识中的文明结晶散发着淡淡的微光，文明结晶中有一股意识在尝试和自己交流。主人，新地图已经弄好了，优化也已经搞定，尽快连接服务器。意识中一道声音响起，我明白了。马上，我立即
跑进办公室，拿了意识传输器，随后跑进了机房，一头连接服务器，一头夹在自己的太阳穴，微微闭目，智脑开始导出数据。这是最原始版本的意识传输器，因为重生回到自己年轻的时候，脑后已经没了生物芯片，不然的话，依靠生物芯片中自带的无线感应，就能实现直接隔空传输数据。随即，我利用后台权限开始查看传输进入服务器的数据。5张大地图，包括优化后的枫叶镇在内的5个镇子、50个村子，形成了一整块地图。地图外则是未开放区域。看着智脑弄出的数据，我不得不承认，智脑不愧是人体生物计算机，确实强大。玩法平衡性等等做得比人强太多了。首先，各个村庄出产不同的资源特产，各个城镇也完全不用担心某一块地图成为无人区。其次，在优化之后，魔法世界以后登录将不会再选择服务器，因为全都在一个服务器，进入不同的地图也不过是数据转移罢了。敲好了更新内容详解后，我点击发布，又要更新了。我勒个去，这才几天啊，真是高产！卧槽，全服玩家同在一个区，看样子人满之后可以达到150万人同时在线，这游戏吹爆好吧？市场功能也彻底开放了，这下子搬砖党要爆发了，无数玩家议论纷纷。我随手打开直播平台，想看看柳如烟开始直播没有，不过打开后我顿时愣住，随后眉头紧皱，开始了吗？此时全频道找不到任何一个直播魔法世界的，反倒是整个网站上布满了各种游戏的宣传广告，过分了吧？我这才刚弄好更新，还没来得及发布，你们就开始了。老板刘一手急匆匆地进入办公室，鹅厂和猪场已经开始针对咱们了，不但各大网游开始更新新内容，而且联合平台不允许直播魔法世界，你有什么想法？我问道。刘一手闻言反倒是冷静了下来，思索了片刻，说道：如果老板你真的不愿意售卖技术和股份，我们有2种对策，一是对技术进行专利申请，二是以技术和公司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完成前期部署，以最快的速度收拢足够的玩家，以我们公司第2世界拥有的技术和魔法世界蕴含的前景，我相信银行肯定会给出一个让老板你满意的金额。没必要，魔法世界的崛起不需要任何外在力量，它自身足够。魔法世界今天立即更新，同时再订购400台服务器，弄回来后全部塞进地下室，我抽空会进行改造，到时候玩家的承载基数就有了保障。那资金呢？刘一手愕然，400台服务器那可是2,000万，先给定金，等服务器拉来了一起结账。刘一手见我如此模样，心中不禁有些纳闷了起来，难道老板背后除了疑似有个团队之外，还疑似有个富豪老爹？不然哪来的钱？待到刘一手走后，我看了看时间，开始对整个魔法世界进行更新。更新很快，因为各方面都是弄好直接发布就行，但对于魔法世界的玩家来说，更新速度就没那么快。在智脑的优化下，依然有50G 的更新内容。卧槽，开玩笑的吧？魔法世界更新一次怎么比别的游戏重新下载还大？我更新好了，竟然真的是全服玩家同在一个区。根据枫叶镇图书馆的任务介绍，枫叶镇隶属于雷泽尔城，而雷泽尔城是人类公国白蓝公国掌握的人类疆域北部地区43座主城之一，人口大约180万左右。我去，第2世界这是想做什么？一个主城的人全在一个区，你们发现没有？这魔法世界地图极其庞大，已知的魔法世界疆域就有3块大陆，一是魔法之神陨落的神秘神陨大陆，二是兽人等部落存在的蛮荒大陆，三是人类占据，也就是咱们玩家所在的神恩大陆。神恩大陆有多大？已知资料显示，人类帝国神恩帝国掌握除了帝国外的2大王国和4大公国，而白蓝公国也就是咱们所处的这个国家，就能容得下3000万左右的玩家，可怕恐怖。不止如此，魔法世界的背景资料也堪称完善至极，这就像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一样。按照魔法世界历史来算，咱们现在是处于魔法之神陨落后的神陨历8071年，在这一年，整个世界都开始发生动荡，一场世界大战前夕。而根据统计的话，人类所在的神恩大陆应该可以容纳得下30亿玩家，30亿啊！各位，这是什么概念？几乎全球1半的人口，如果人人都玩魔法世界，如果技术突破完成了全球同时在线，那这就是人类的第2世界。正如玩家们推测的一样，魔法世界是一个真正的文明，这个时期也确实处于世界动荡的前夕。随着后面的更新，玩家最终能够参与到魔法世界的100年战争中去，这可不是开玩笑。在我重生前，蓝星文明和魔法文明相遇的时候，若非魔法文明的100年战争刚刚结束，百业待兴，整个文明死伤惨重，近乎跌落一个文明等级，地球人类还真的未必能够战胜魔法文明。那毕竟是一个发展了上万年以上的文明。想到这，我看向天花板，这一世，这场2个文明的战争是否也会来临呢？科学的尽头是神学，重生回来的我比谁都清楚，在未来不久，世界毁灭的压力下，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造一款根据宇宙中魔法文明复刻的游戏。这个可以容纳全球800亿人口的虚拟世界，在我的计划中将成为人类的第2世界。目前等订购的400台服务器来了之后，5个大区就可以容纳750万玩家。等建造了工业基地，弄出了人工智能之后，那这个只是供人玩乐的世界便算是活过来，其中的一切都会如真实世界一般。而且有了工业基地，无论是制造惯性智能机器人加速发展速度，还是制造战斗机器人和武装力量，都是关键，这样才能勉强应对未来的各种危机。魔法世界迎来大更新后，所有的玩家都疯狂了。我相信以魔法世界的游戏质量，不出3天150万上线人数必满，仅仅是第1天总充值金额就达到了6,000多万。看来我当初的选择没错，游戏行业果然暴利。老板400台服务器运来了，全都放在地下室了，随口交代了一句，我开始收拾工具，改造服务器。这一弄就是1个晚上，然后连线开通，我通知了一下游戏内的玩家，随后重启了所有服务器。弄完之后就去睡觉了，我却不知道，随着这一波更新，所有的玩家疯狂了，5个大区，5个服务器，地图全部不同，到时候融合的话，那就是近1000万人同在一区。你们别忘了，根据那些书籍的描写，白蓝公国可是有43座主城组成的，这要是全都弄出来，那就是一个承载上亿人的游戏。我的天，我终于知道第2世界这家公司
为什么叫第二世界了。一觉醒来已经是下午，我看了下未接电话，随手拨了过去。喂，浪哥，手机刚刚拨通，对面瞬间传出一个让我熟悉而又陌生的声音。好哥们，沈浪，人如其名，浪得一匹。但是比较可惜的是，这厮是男人。我记得几年后，沈浪毕业后，按理来说，身为高材生，他本应该轻易成为尖端科学家，但家里遭逢大变，现实终究压垮了他。最后，在星河时代初，他为了钱参与了一家实验室的基因实验，实验失败。我再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人不人鬼不鬼，躲在非洲的一个偏远部落独自生活，最后选择了自我了断。听着耳边熟悉又陌生的声音，我几度险些落泪。自己重生回来可以救下沈浪了，但其余的千千万万个沈浪呢？自己能做到吗？哥们，你可好啊？沈浪的声音再次传来，我好得很。哥现在创立了一家网络公司，随便一项技术轻轻松松卖100亿，你信不信？我信你个鬼！改天出来吃饭了。一阵寒暄后，时间一晃，一夜过去。我利用智脑不断的完善优化着魔法世界内的平衡，对游戏内的一些细节进行着调整。随着一系列的宣传，现在魔法世界各个大区人数加起来超过400万玩家，这已经堪称是国内网游同时在线第一了。每天进行调整太过于麻烦了，看来人工智能的制造迫在眉睫啊！等弄到了足够多的财富，生物基因科技也得尽早插手。完美长生药剂和基因强化改造药剂没办法在现在诞生，可简化版的倒是可以入手。就在这时，敲门声响起，老板，鹅厂的人来了。来了吗？看来果然坐不住了。我换了身干净的休闲装，跟着刘一手向楼下走去。您好，我们鹅厂马总和猪场丁总在龙首庄园设了宴席，特意吩咐我来邀请您前往。那就走吧，我也不客气，大步上前，带到别墅外。司机打开车门后，我坐进了一辆宾利中。豪车不愧是豪车，不过也没什么惊奇的。后世我可是连价值1000亿的宇宙战舰都亲自驾驶过。龙首庄园内，老丁率先一步笑着迎了过来，旁边小马哥也走上来，同样和我握了握手。我们的来意，陈总想必也知道了吧？之前看照片的时候，我还真是有些不敢相信，一个能掌握这等先进技术的人，竟然会这么年轻。陈总，您的技术开个价吧。回到别墅后，刘一手听闻张大了嘴，老板，我实在是淡定不了，只要这些钱砸下去，咱们第二世界将迎来一次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不出1年，咱们第二世界也是国内知名的互联网大企业了。你就别想了，这些钱我另有用处，只有一小部分会投入到互联网产业，更多的是投入到实业工业，甚至是重工业上面。什么？刘一手懵了，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咱们一做游戏的，现在有钱了，你不发展公司，不壮大公司，却想着要去搞实业、搞工业，还重工业，哎呦，这可愁死我了！刘一手看着我走进办公室后，房门紧闭，不禁头疼地走到一边坐下。肖小爱出来接水，看到沙发上揉着脑袋、愁眉苦脸的刘一手，小心翼翼：“刘总，你没事吧？咱们老板不知道怎么想的，明明游戏产业已经做得这么大，可却要跑去搞实业、搞工业，咱们公司要倒闭了，那他是不是要把公司卖掉？”肖小爱叹了口气，想到家中的困难，马上又要失业了，顿时情绪低落了起来。瞎扯什么呢？刘一手翻了个白眼，就算老板铁了心去搞工业，咱们公司也倒闭不了。老板他有钱，刚从鹅厂和猪场手里赚了200个亿，200个亿。肖小爱张大了嘴巴，手中的杯子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我进入办公室后，便开始在网上查询适合收购的公司，最后看上了一家工业公司和一家研究基地，这2家都在航城。研究基地正在拍卖，基地名叫天河超级计算机航城中心基地，从未想过这玩意竟然也能卖。应该是半年前航城建立了神威系列超算基地，估计天河基地就基本处于闲置状态，拿下必须得拿下，在天河基地的基础上，直接将第二世界公司总部建立起来，绝对是最好的选择。而且天河2号超算虽然有些落后，可有了超算后，人工智能马上就能上线，能省下不少的时间。心中有了决定，随后我看向第2家目标天虹工业。现在的天虹工业说是一家全方位的工业公司，可其实就是一家代工厂。你好，是孙天虹孙总吧？我拨通电话问道是我。我听你的声音很年轻，你确定你找我是为了收购天虹工业？孙天虹微微皱眉，买不买还得看孙总的报价，120亿。孙天虹毫不犹豫地开口报价，似乎是压根没有想过我真的会买。80亿也别跟我讨价还价，我知道天虹集团拥有的资产统算下来，这个价钱绝对够了。孙天虹倒吸一口气，不禁愣在了原地。对方是什么人？年纪轻轻就有近100亿的流动资金。沉思了良久，孙天虹还是想不出个所以然来。我再考虑考虑吧。行，下周我会去航城参加一个拍卖会，到时候我直接来见你。第2天上午，我召集公司的员工开会，宣布了搬迁计划。刘一手、肖小爱和王霞都表示愿意跟随我去航城。我一高兴，决定给员工们发福利发车。老板，你玩真的呀？太贵了，愣着干什么？我一把将卡塞进销售小姐姐的手里，刷卡 S680大巨911，还有这马丁，这4辆全要了。1周后，刘一手开着他的 S680送我和肖小爱到达车站。到达航城后，是老丁来接的我。走吧，拍卖会都快开始了。一行人风风火火地到达了拍卖会现场。之前负责天河超算基地的一名老教授上台，我宣布航城天河超算基地拍卖会正式开始。说到这里，老者环顾四周，起拍价20亿，20亿1，000万，20亿2，000万，20亿3，000万。下方各公司高层开始举牌报价，不过无论是老丁，亦或者是之前打过招呼的几个大佬，没有一个人开口，大家都在静静地看着。终于，价钱增长的速度缓慢了下来。此时，价钱已经到了25亿5，000万。几位大佬拉起了袖子，嘴角含笑，准备出手了。却见我已经率先举牌，40亿。我以40亿的高价拍下航城天河超算基地。新闻公布后，引起无数人围观议论。难以置信，魔法世界游戏下一阶段将是由超算作为服务器，这是史无前例的，可怕！几10个亿用来弄服务器，服了。爸，你们在家吗？我回来了。拍卖结束后，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你还知道回来？来店里吧，我和你妈都在店里。
10多分钟后，我和肖小爱到达一处老宅区，眼尖的爸妈已经围了过来。你小子居然带女朋友回来了？这是我临时助理兼秘书，不是女朋友，她叫肖小爱。秘书？爸妈愣住了。伯父伯母，你们好，我是老板的临时助理兼秘书，我叫肖小爱。肖小爱自我介绍后，4人进入装修的古色古香的齐云斋中，看着摆满的工艺品，我不禁摇头。爸，你那些好东西直接摆出来不好吗？非要藏起来，怕我看到啊？你知道了。我爸一愣，你小子怎么知道的？还有你那秘书兼助理是什么情况？你小子不会是终于发现家里特别有钱，故意骗来的吧？如果不是重生，我起码还得好几年后才能知道家里的情况。在杭城的古玩行当，几乎没人不知道我爸。陈爷，我要你钱干嘛？我之前在魔都创业，谁成想真的成功了？不信你问小肖。而这时，肖小爱弱弱的说道：“我们老板创业1周多了，赚了大概204亿多点。”什么？爸妈猛然回头，一脸惊呆。这就是我小时候住的地方。看着自己的房间，我不禁眼中闪过一丝怀念。书架上摆着的一些小工艺品，我顿时忍不住会心一笑。我现在可不觉得这是小工艺品了，这特么是真正的古董。看到这些古董，随后我皱起了眉头。长生的秘密不是说有就有的，自古以来，无论是皇帝还是王侯，都在追寻长生的秘密。古代有人真正得到过长生吗？有，其中最为出名的莫过于彭祖，活了800年。后来更有一名为黄山君的人得到彭祖死后的遗物，活了几百年后仍面若少年。前世时，我爸就是得到了一件相关墓穴出土的文物，所以最终才落得个那个下场。而后来多年后，因行星撞击地球，人类得到特殊材料和物质，搭配古老的长生之谜，以全新时代的科技，终于是彻底解开了长生的秘密。也是从那时起，长生成为人均福利。看来有些事情得及早布局了呀。皱眉思索片刻，暗道一声，我爸做古董生意自然和那些下斗的人有所联系。真正的长生之谜就藏在那些古老的传承和极少数真正的奇人异士手中。那些人遵循着古老的祖训，一代又一代的在山野间摸爬滚打，平日里也不与外人接触。沈浪前世参与实验的那家基因研究所便是其中一个家族的产业。暂时先在家里住算了。我微微思索，暗道一声，这段时间肯定会有那些人跑来找我爸倒卖东西，而在这期间最好能抓住机会先收服几个人为我办事。除此之外，超算基地那边也得兼顾，先把人工智能给弄出来，弄出来之后就可以进行魔法世界下一阶段的开发。不过在此之前还得先把工业基地搞下来，这样不但能一边施工一边搞人工智能，等人工智能正式投入使用时，工业基地也可以顺势开始批量制造惯性智能机器人和机械设备。我回头看向坐在一边的肖小爱，帮我联系天虹工业董事长孙天虹。1小时后，我见到孙总直接开门见山，就像我之前说的一样，80亿，你将天虹工业卖给我如何？我考虑好了，可以的。不过陈总，你就不去天虹工业内看看了？孙天虹有些诧异，不必了，反正很多地方都需要推倒重来。我准备拿出30个亿对天虹工业内部进行改造和清理，为防夜长梦多。孙天虹直接笑道：“陈总果然豪气，咱们今天就签合同。”在魔都的时候，我就已经根据天河超算基地和天虹工业的图纸进行了设计改造，而且是智脑按照未来科技风格来设计的，绝对是这个时代的设计巅峰产物之一。随即我委托了几家有实力的建筑公司开始联合建造。基地建成了，安保是个大问题。想了想，我拨通了一个电话，等待了半个小时后，2个男人就开着一辆面包车抵达茶楼下。您就是陈先生了吧？我叫王明，他叫李军。与他俩握手的时候，已经探知出2人的实力。在人类进入星河时代之前，超凡力量并未被人类所掌握。在人类首次接触魔法文明时，许多人试图通过改造自己来修行魔法，但最终发现科技的力量足以平推魔法文明。科学是根本，所有超凡力量在科学面前都可以被解析和掌握。魔法强大，抱歉，我们研制出了基因改造药剂，可以免疫魔法伤害。斗气强大，抱歉，我们研究出的肉体强化药剂早已经让所有人成为钢铁之躯。你还想用斗气砍我？亲，这边的意思是建议您在万能宝上定制一款超合金重剑，不然你们的剑会崩断。眼前的2人明显有着被改造的底子，你们俩以后就跟着我吧。既然是朋友介绍，那我肯定不会亏待你们。这样，月薪3万，奖金另算，3万起。王明和李军惊呆了，他们虽然很能打，自小跟着师傅习武，可习武之人在这年头也根本不好找工作。我知道你们俩都是好手，所以月薪给你们稍微开得高一些。奖金的话，只要你们做出了对我或者对公司有贡献的事情，根据事情的大小，金额也不同，懂吗？懂了，懂了。王明和李军连连点头。有一件事你们立即去办，招收一批退伍军人当保安。高薪，退伍军人这边我有门路啊。我一个小时候玩得很好的朋友是特种兵王级的，他有一个群，里面全都是退伍兵，其中有很多都是他的战友之类的。你联系一下他们，来多少要多少。我这边2个产业都没人看管了，明天在天河超算基地集合。回到齐云斋后，在中间的茶桌上，我爸正和一个身穿牛仔裤大背心的壮硕男子说着什么，忽然门开了，2人都是一惊。别担心，我儿子。壮硕男子紧绷的肌肉松弛了下来。小陈爷单看气势就了不得呀，你来干嘛？你不是打小就对古董什么的不感兴趣吗？我随手拿起桌子上正在被他估价的古董，摸来摸去的研究起来。这是一个青铜铸造的类似于小鼎的东西，这玩意值几个钱？你小子，这玩意连我都看不准。这东西可不是香炉，看着像是先秦之前的产物。如果能找到源头的话，这玩意价值可高了。如果找不到源头呢？30万。我爸嘴角一抽，小玩具而已。我随手将小鼎放在桌子上，眼神微微闪烁，转头看向了那壮硕男子。这小鼎我爸不认识，可我认识啊。这玩意就是数千年前的灯台，具体名字无人得知。它诞生于公元前2500年之前，那是一段被遗忘了的断层时期，种种不可思议的仙神传说和长生不死传说尽皆诞生于那个时期。根据后世推测，在那个时期，地球上所谓的神灵很有可能是真的存在，同时很有可能是外星人。而长生之谜真正诞生的源头也是在那个时期，很有可能是有外星人在地球研究长生不死的秘密，然后带着长生之谜离开了地球。而和神灵相关的那些器物也被那个时期的先民们带入了坟墓中。不过也因为那个时期没有文字，所以根本无从寻找那个时期的真相。也正因此，后世对这小鼎的称呼便是灯台。怎么称呼？我向壮
硕男子问到孙田海。壮硕男子犹豫了一下，说出了自己的真名。旁边，我爸无语，对前辈尊敬点。你孙叔可是行内的传奇人物之一，老孙有没有兴趣跟我干什么？我爸和孙田海都忍不住一惊。我爸起身一把拉过我，你疯了，你可不能趟这行的浑水。我知道你搞科技的，不信鬼神，可有些事情它是科学解释不了的。几百个亿，你想干什么干不了？万一因为这个事情进去了，那你一辈子都毁了。爸，别急，等我给你解释。我微微一笑，回身坐下，淡淡道：你们这些家族一代代追寻的秘密暴露了什么？孙田海一脸惊骇，你是怎么知道的？实话告诉你，我的资产也才几百个亿，而我都知道了。你想想，比我更强的人能不知道？孙田海浑身颤抖，旁边我爸看得目瞪口呆，什么情况？难道还有什么秘密不成？就在这时，孙田海干脆利索地跪在了地上，还请小陈也给指条明路。我爸越听越迷茫，这究竟怎么回事？他们世世代代做这行，你以为真的是为了古董吗？难道你就没想过他们为什么要一代代的坚持下去？是因为长生不错？孙田海点头，除了我们孙家之外，还有好几大家族也都是如此一代代的寻找这个秘密。你要明路，我给你明路。我和鹅厂还有猪厂，当然暗中还有其他人是合作伙伴。目前来说，关于这件事是完全保密，并由我全权掌控。你投靠我，以后我来给你提供装备，如何？我愿意。孙田海毫不犹豫地点头了。既然小陈爷还有那么多大佬瞧得起我，那我就愿意为小陈爷效力。别的不说，就凭这件事之后，小陈爷能保得住我和我孙家，你孙家我保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只要你办好了事情，你孙家绝对万无一失，并且在未来也将获得一份你难以想象的报酬。去把你的人召集起来。我在杭城花了80个亿买了天虹工业，等改造完毕后，天虹工业会在第一时间给你们提供高科技装备和设备。多谢小陈爷，那我这就先行告辞了。说罢，孙田海留下了联系方式，起身离开，留下我爸目瞪口呆。科学的尽头是神学，重生回来的我比谁都清楚，在未来不久，世界毁灭的压力下，我收购了一家工业基地，有没有兴趣留下？我手下缺人，你如果愿意，我给你天虹工业 CEO 的位置，如何？什么？孙天虹猛啊！我是准备在天虹的基础上孵化出高科技产业，如果你愿意，你就继续负责天虹工业的事务。好，我跟你干，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也不想创业了。下午，我抵达超算基地，在基地接见了王明、李军带领的退伍军人团队，这些曾经的特种部队成员现在成为了我的保安力量，顿时整个超算基地在我心中显得安全了不少。随即，我从包里拿出数据传输器，起身向着地下室的超算总控室走去。超算总控台前，我上前将数据传输器插进了超级计算机的数据接收口，随后脑海中的智脑开始行动起来，一道道数据不断的传输进入超级计算机。1个小时后，随着超算发出一道清脆的提示音，显示屏上出现了一个由数据混合而成的圆球。主人您好，请选择运行等级。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初始 S1，开启自我检测调整。因为硬件不同，人工智能所发挥出的用处也不同，硬件越强，人工智能的运行速度也越快。S1是最低运行，所以人工智能99%的能力都处于休眠状态。检测完毕，优化后可适应性运行。S2不错呀，我不禁高看了天河超算一眼。要知道，这个时代能带动 S2的硬件，在全世界来说都是罕见的。继续优化，片刻后，随着显示器再次亮起，一个更加真实的声音响起：主人你好，求求为您服务。声音是一个女孩子。你好，搜索第二世界科技公司，复制服务器魔法世界游戏端转移到这台超算中，并让第二世界科技公司内的那些服务器辅助你共同对游戏进行数据处理，同时优化平衡游戏内金融系统和职业平衡，在游戏内发布系统公告，明日更新全新版本。是，主人。指令执行完毕，一切操作完成后，我弄了个材料和仪器表单，让王明和李军去购买材料。下午3点左右，两人带着一辆货卡将东西送到了我的住处。最新款 LED 透明玻璃显示屏，微缩型信号传输芯片。我之所以弄来这些材料，就是为做一款连接智脑和人工智能的超级眼镜。一直忙到夜晚，眼镜终于是诞生在我手中。随后我直接戴上，按了一下耳边的微小按钮，镜片微微闪烁光芒，随后一排排数据出现在眼前。连接智脑，主人您好，求求为您服务。数据化为真实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响起。随后我意识一动，开启智能辅助视野，眼前闪过淡淡的蓝光，镜片中许多信息出现在我的视野中。我转头看向桌子上刚刚喝水用的茶杯、琉璃盏、冰魄水晶杯，密密麻麻一系列杯子的相关信息便出现在我的眼前。第二天，我匆匆起来赶往超算基地。魔法世界经历了近2周的发展，现在人数已经达到了爆满的750万人。同时，在今天是魔法世界全新版本更新，我更是准备借此机会再开放一次大区。之前服务器不允许，现在有了超算和人工智能，再开放新区压力就没有那么大。我进入超算总控室中后，让球球打开了魔法世界相关页面，发布更新提示，将所有玩家踢下线，开始更新。指令执行中，执行完毕，游戏升级完成，已更新数据库，等待玩家下载。超算和人工智能结合，终究是比普通的服务器强多了，连等待时间都不用，直接进行了数据覆盖。随后，游戏后台开始显示客户端实时更新数量，几乎是没过1分钟的时间，200多万玩家直接开启了游戏更新。新一轮的更新内容出现在玩家眼前，100万玩家纵然是第一时间进入网页观看更新内容，可足足看了10多分钟还没有看完。不可否认的是，所有观看了更新内容的玩家都明白一个道理：属于魔法世界的时代真的要来了。主人，孙田海来电话了。接通，我靠着椅子坐了下来，显示屏上直接出现了孙田海的身影。他此时正在一条街道的地摊上，看样子是在吃早饭。都几点了？10点了才吃早饭，睡过头了。孙田海猛然一惊，手中的筷子直接掉在了地上，左右环视。小陈爷，您监视我用得着吗？抬头，你右边电线杆上的摄像头，我在这里看到你的。孙田海抬头看向电线杆，顿时倒吸一口凉气，在心里是一点也不敢怀疑，我这才真的是高科技啊！小陈爷，您吩咐的事情我初步办得差不多了，
林林总总不下于20人，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随时可以集合。先不急，2周后是个不错的时间，到时候你直接带人过来就行。电话挂断，随后我对球球说道：“暗中监视孙田海联系的那群人，发现有不轨者，直接秘密提示孙田海。接下来需要忙的事情，首先就是找个钢铁厂。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冶炼一种超级合金。这种超级合金是未来数年后诞生的，也是星河时代制造战舰飞船的必须金属，3级超特性合金。我所弄的内封闭式工业基地要的就是这种合金。以这种合金制造出的全自动智能化机床和全智能控制工业基地，才是建造这个基地的真实目的。这基地将会在未来源源不断的诞生出超越这个时代的科技产品。如果没有这种特殊金属的话，那将毫无意义。2周的时间临近，封闭式工业基地已经建造完成，工人在搭建最后的厂房房顶。我让孙天红联系了一家钢厂谈收购的事情。第2天，孙天红作为代表和他们签订了协议，这家小钢铁厂正式更名为天红钢铁。随后，材料运进炼钢炉，我亲自下场指挥，根据3级超特性合金的配方，严格筛选材料和进行比例调配。第3天，随着最后一炉钢水出炉，我终于是完成了自己阶段性的计划，迫不及待的想把自己需要的那些仪器给搞出来。一旦机床和惯性智能机器人诞生，那接下来无论做什么都会方便很多很多。1个小时后，天红工业内部封闭式工业基地，随着一车车的钢水运输进入基地内，我早已经让人准备好的模具被搬了出来。随后开始浇灌，负责浇灌的只是普通工人，我则是在做另外的事情，配置特殊化学品，还有就是制作超导电磁枪。超导电磁枪并不是武器，而是一种在3级超特性金属内部编程的工具，它可以发射稳定电磁，对金属内部的部分金属特性进行开启。开启了特性后，这金属就不只是金属，也是固定传输器，能进行能量传输和数据传输。这一步很重要，可以说是这种金属最珍贵的地方。转眼间2天过去，我消耗了99%的特殊金属，终于是将整个封闭式工业基地彻底改造完毕。球球启动，我站在空无一人的工业基地内，随便开口说了一句，随后灯光瞬间亮起，整个封闭式工业基地内上百种机床和仪器，还有机械手臂，这一刻全部绽放出淡淡的冰蓝色光芒。自我检测中，检测完毕，工业中心符合星河初级标准。我微微松了口气，达到星河标准，那就意味着这处工业中心拥有制造宇宙飞船的基础。自动运行，筛选材料，制造惯性智能机器人30台，制造星河 T1 型外骨骼装置，并制造一批星河 C 级能源和星河智能能量枪械。我直接开口吩咐，球球听到指令后快速分配工作。一时间，整个封闭式工业基地内所有的仪器都开始快速运转起来，冰蓝色的光闪烁，充满科幻感的机械手臂挑选材料放入机床，工业机床快速对材料进行分割和打磨，全智能、全自动化，根本不需要我动手做任何事情。随着钢铁不断的被消耗，很快一个人形的金属骨架出现在我眼前，随后各种材料被进行2次处理，电子元件、芯片线路，甚至是伪装皮肤，不过是10多分钟，一个栩栩如生如同真人般的机器人出现在我面前。机器人的眼中闪过一丝蓝光，随后启动机器人眸子中的蓝光熄灭，整个工业基地再次快速运转起来，各种仪器散发出刺耳的声音。半个小时后，因为有了前期材料的处理，剩下的29具机器人也制造完毕。球球对机器人体内的芯片传输了惯性智能，随后间接性的控制了它们，以球球自身为主导，开始批量生产我要求的产品。第2天一早，我在封闭式工业基地内检查着惯性智能机器人的工作成果。货舱内一把样式新奇、充满科幻感的枪械放置在货箱内，林总不下上千。除此之外，几个大型货箱内各种稀奇古怪的玩意堆积着。小陈爷，我们到了，共计33人，这可是国内导斗界内能找到的所有高手。基地内直接响起孙田海的声音，是球球帮我接听了电话，让机器人带你们去产品测试场。好的，小陈爷。电话挂断，我伸手一指，开口说道：球球让智能机器人搬运33套星河单兵套装过去。封闭式基地外就是测试场，场内空旷，只有几辆废旧的工业运输车。随着我赶到测试场内，众人纷纷围了过来。小陈爷。我微微点头，身后跟着30个惯性智能仿真机器人。在众人好奇的目光中，机器人将一套套装备放在了地上。小陈爷，这就是给我们准备的东西。孙天海忍不住问道，其他人也是一脸懵。这些东西看起来科幻感太强了，强的有些假了，看着就像是小孩的玩具一样。我微微点头，拿起一把智能能量枪械，随后又从一个背包里拿出一个小孩拳头大小、散发红色纹路的圆柱形物体，将之卡进智能能量枪械中。枪口微微瞄准车辆，在我扣动扳机的同时，一道刺目的红光轰地射了出去。一辆报废的工业运输车微微颤抖，光芒消散后，车身已经出现一个巨大的洞口，那光芒射穿了整辆车，让众人可以顺着洞口看到对面。这是什么高科技？目瞪口呆的孙田海还有些怀疑人生。不懂就不要多问，这东西现在还不能面试，所以你们应该懂得我的意思吧？我瞥了孙田海一眼，我懂。孙田海点头，小陈爷，你放1万个心，如果谁对这东西动了心思，我要他死。我摇头环视众人，不止一个，你们全都得死。众人顿时心中一寒。还有这些，我打开收纳包，从中拿出折叠起来的星河 T1 型外骨骼装置，这就是你们看的电影里的外骨骼装置。穿上这东西，你们可以轻易举起几吨重的物体，甚至还有专业的头罩，就算是一直全功率使用，1周都不会耗尽。可以说是无论下海还是上太空，有这一套就能保证你们死不了。孙田海和在场的众人都看傻眼了，小陈爷，我们只是下个抖。孙田海忍不住说道。我看了一眼孙田海，你们这一次下的可不是你们以前下的那些历史人物的抖，他们和真正的秘密终究有着历史之隔。这一次你们要下的是5000年前的抖，那里面蕴含着真正的秘密，这些东西也只是能保证让你们不死在里面。什么？孙田海惊骇道，小陈爷，你知道真正秘密所在地？这怎么可能？我们那么多家族挖掘了一代又一代人，至今还没摸到头绪，您怎么会知道具体位置？你们不用管我是怎么知道的，你们只需要知道这些装备可以让你们在地球的任何地方保证自己的安全，这就足够了。王明，你来穿戴装备给他们亲自示范。王明
明点了点头，按下按钮，外骨骼装置迅速扩散，将王明紧紧包围。透明头盔内闪烁蓝光，一行行数据直接显示在了透明头盔上，出现在王明的眼中。星河 T1型号外骨骼装置启动完毕，头盔内王明忍不住惊叹一声。而与此同时，随着外骨骼装置彻底展开，他浑身上下出现了一根根机械臂，机械臂覆盖他的身体，犹如一层装甲，将他彻底保护起来。见王明穿戴好了外骨骼装置，我随手拿起了一把智能能量枪，并对准了王明。感应到能量波动，请躲避，躲避。王明一脸懵，什么意思？刚回头，他顿时脸色大变，因为我已经开枪了。这一刻，不只是王明，连带着其他人都吓住了。他们可是亲眼见识了这能量枪的威力，这一枪要是打在了王明身上，王明还能活？红光爆闪而过，王明整个人倒飞了出去，飞了7-8米的距离，随后落地。在落地的瞬间，他的背后智能化的外骨骼装置自动探出2根机械手，机械手快速卸力，并将他稳稳地放在了地上。王明低头看向自己胸口被能量枪轰击的地方，却发现除了那一层金属板甲有点发红之外，自己并没有受到丝毫的伤害。在场的众人再一次被吓到，我随手将能量枪扔给了赵凯，对孙天海说道：“这种外骨骼装置虽然谈不上是体外装甲或者高达之类，但它却已经能够保护你们的安全，起码就目前来说，除非是有人用核弹打击你们，要不然这层钢甲都能扛得住。就算是巴雷特也无法在这钢甲上留下一丝痕迹。”我的天哪！孙天海呢喃了一句，脸色忽然有些白了起来。这么强大的武器装备给了自己这些人，说明这一次的任务恐怕是真的极度危险。我坐下翘着二郎腿说道：“你们这次要去的地方是国外卡帕多西亚，也就是土耳其的心脏地带。卡帕多西亚是地球上最像月球的地方，那里的人很多都是生活在洞窟中，他们挖掘岩层成房子，甚至深入进去几乎可以说是荒无人烟。你们的目标就在那最为荒凉的地方，具体位置我会自动将信息传递到你们的头盔中。你们到了地方后，戴上头盔，开始跟着路线走就对了。还有就是，虽然那里的岩石很软，挖掘简单，可为了省时省力，我还给你们准备了一个好东西。”说着，我看向机器人，其中一个机器人从身后搬出一个类似于肩扛式迫击炮一样的东西，这是魔音炮。我起身扛着魔音炮，对准了不远处一辆废旧的工业运输车。随着我扣动扳机，魔音炮发出一阵轰鸣，众人眉头紧皱。虽然没有面对魔音炮，可依然感觉心悸。我去，王明忽然惊呼了一声，众人转头看去，只见在一瞬间，那布满了油污和废气的工业运输车直接焕然一新，如同脱了一层衣服一般，所有的油污和废弃部件全都粉碎掉落了下去。工业运输车上除了钢铁制造的车身之外，一切塑料线路，甚至是大灯和轮胎，在这一瞬间全部化为乌有，成了沙子一般的粉末。除非是钢铁或者硬度和质量达到一定程度的物质，不然的话，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魔音炮的攻击下存活。我随手将魔音炮丢下，当然了，这东西不是给你们用来杀敌的，这玩意是给你们挖洞用的，到时候找准了位置，几炮下去就能直通斗里。在场众人尽皆忍不住咽了口唾沫。我介绍完毕，拍了拍手，这次你们出国直接坐我的私人飞机过去，我会以跨国投资的名义给你们开路。你们现在去熟悉装备，1个小时后出发。随后，天虹工业内开出10多辆越野车，一起向着机场行驶而去。接着，一架私人飞机悄无声息起飞，向着土耳其飞去。如果谁能卖我一个卫星发射中心就好了。看着离开的飞机，我忽然嘀咕了一句：发射中心不是为了发射卫星，而是为了登月。为什么长生之谜在地貌类似于月球表面的卡帕多西亚？为什么后世很多人怀疑神话传说是真的，甚至是怀疑古代出现过外星人？因为长生之谜真正的核心并不是在地球，而是在月球的背面，几乎是可以认定在人类的断层时期，地球上存在过不可思议的生物，他们炼制长生药，并以此获得长生，离开了地球，随后才有了人类的历史。当然了，如果真的只有月球有长生不死药，那我还至于让人去卡帕多西亚吗？至于因为卡帕多西亚虽然没有长生不死药，但却有吞噬了长生不死药而诞生出来的生物活太岁。古往今来，所有获得长生的人都是无意间得到了活太岁。活太岁是一种类似于水母一般的生物，但却在泥土中、墓穴中生存的生物。这种生物拥有极端强大的吞噬力，它们吞噬未知的能量，也吞噬活人的生命。它们还有极端强大的恢复力，枪械炮弹对它们根本无用。就算是将它们砍成2截，它们也能依靠恢复力直接变成2个活太岁。这就是长生之谜。活太岁就是长生药的影子，依靠活太岁可以源源不断再生的能力，只要给予它足够的能量，就能不断的利用它，从而提取出它蕴含的基因信息，再搭配活太岁的肉制作长生药，制作基因修复甚至是基因强化的药剂。而若是能得到月球背面的那些在太空中都能存活的活太岁，那真正的长生药就可以诞生了。只是可惜国家不允许私人造火箭登月。老板马总他们到了。就在这时，肖小爱忽然走进来，对我开口说道。我闻言点头，转头对球球说道：“让机器人送一些产品到测试场去。”是主人。球球立刻执行指令。肖小爱早已接受了眼前的种种超乎常理的事物，不再好奇，也不再多言，安静跟在我身后向外走去。走出封闭式工业基地，恰好看到老马一行人乘车抵达。浪哥、老丁从车内挥手，姿态格外张扬。我嘴角微抽，径直朝着测试场走去，众人纷纷下车，紧随其后。你说的好东西呢？就这些废弃的工业运输车。测试场内，老马指着10余辆废旧运输车，略带疑惑的开口：“别急，马上就来。”我轻笑一声，话音刚落，机器人便扛着一箱箱产品抵达测试场，逐一打开了后视的塑料箱。看到箱内的器械，在场几位商界大佬都皱起了眉头。小马哥率先开口：“我们要遵守法律法规，这类器械没有相关许可，是不能随意触碰的。”众人纷纷点头附和。我无奈一笑：“那换个名字，以后他就叫魔法棒。”众人闻言皆是失笑，刚想开口打趣我，便拿起一把能量器械，对准远处的运输车触发了装置，一道刺目红光迸发而过，运输车瞬间被灼出一个大洞，表面泛起明显的灼热痕迹。众人瞬间瞠目结舌，原本到嘴边的话尽数咽了回去。看来这确实是魔法棒。几位大佬纷纷上前拿起器械体验。废弃运输车在能量作用下尽数损毁，众人皆是赞叹不已。老丁把玩着手中的器械，笑道：“有了这东西，咱们的超级电池项目都显得没那么紧迫。”众人会心一笑。老马看向我问道：“这应该是激光类的科技产品吧？”我点头，随手拆下器械的能源模块，算是能量武器的一种。激光只是表现形式，这是能量核心。别看体积小，用作汽车能源，能支撑车辆的改造。
输出频率后，还能为高铁提供能源。小马哥好奇询问光能的原理，我简单解释：器械内的智能系统与折射结构会将能量转化为聚合光束，通过折射叠加提升穿透力。核心始终是这枚能量核心。曹伟忍不住问道：“这就是你说的超级电池？”我摇了摇头，并非如此，这只是私下研发的产品，无法面向市场。超级电池与能量核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技术。老雷满脸诧异，这东西的性能远超普通电池，到底是什么原理？我半开玩笑道：“这是稳定的小型重核聚变反应堆，只是做了外观封装，你们信吗？”众人齐齐摆手表示不信。老丁笑道：“核聚变技术哪是这么容易实现的？你要是真掌握了这项技术，直接深耕能源领域就够了。我也想，只是诸多因素受限罢了。”我随口回应：“不说这个，带你们看看更有意思的。”我带着众人继续开箱魔音炮、外骨骼装置等全新科技产品一一亮相。老雷穿上外骨骼装置，体验着超强的行动力，兴奋不已。这装备也太实用了，行动力直接提升了太多。我打断众人的体验时间不早了，玩了大半天，收拾好东西，我送你们一件惦记许久的礼物。众人好奇追问，我从箱底取出一个小型塑料箱，里面装着近30副智能眼镜，分给众人后，我逐一讲解功能。目前主要有5大核心功能：一是语音查询，事物即可显示相关公开信息，隐私内容会自动屏蔽；二是语音记录，支持实时录像；三是实时翻译各类外语，可自动转为汉语；四是智能辅助系统，可完成多场景智能协助，属于伪人工智能范畴；五是介绍到一半，众人已然惊叹不已，纷纷上手试验。一旁的肖小爱满眼期待，我见状又拿出几副让他分给随行的老刘、老孙等人。肖小爱欣喜应允，众人体验后连忙询问眼镜是否售卖，我直言暂不对外发售，不过你们每人可以多带走一副。众人喜出望外，纷纷道谢，还打趣说这副眼镜日后会成为商界大佬的标配。说笑间，我让机器人收拾好所有器械，带着众人返回天虹工业的办公室。时值12月，气温骤降，办公室的暖气打开后，众人顿感舒适。好了，说正事，这是超级电池的全部技术资料，你们仔细看看，再商议一下各自的投资额度。我将几沓资料放在桌上，众人瞬间收敛笑意，神色严肃地翻阅起来。越看众人的神色越是震惊。老雷深耕电池领域多年，率先忍不住开口：“你确定这份资料没有问题？这特定音波玻璃法直接开创了石墨烯全新的制备工艺。”见众人面露疑惑，老雷耐心解释：石墨烯的原材料随处可见，但多年来全球都卡在玻璃工艺上，传统方法要么成本高、污染大，要么品质不稳定，这也是石墨烯难以普及的核心原因。而这种音波玻璃法能智能高效无污染的量产石墨烯，几乎等同于点石成金。众人倒吸一口凉气，老马连忙问道：“用石墨烯制作电池，会不会涉及专利问题？”老雷翻看着资料回道：“超级电池的核心材料是2次改造石墨烯，专门优化了电能储存特性，完全不存在专利纠纷。”老马打断专业讨论，不必深究技术细节。老雷，这份技术整体价值几何？无价。老雷毫不犹豫，除了石墨烯，还涉及多种前沿新材料，单是原材料生产就能实现巨额盈利，成品电池更是能打造出万亿市值的企业。众人陷入沉思，曹伟率先表态：“我个人投资100亿，新良集团出资400亿。”老雷紧随其后：“我个人投100亿，国米出资400亿。”老丁当即表示跟进，小马哥淡然道：“企鹅科技投800亿，我个人出资200亿。”老马也随即敲定投资份额。老丁看着投资额的差距，忍不住低声感慨。我笑着敲定方案：“我以技术入股折合2000亿，加上你们的3500亿启动资金，总计5500亿，以此划分股份。”众人齐齐摇头反对。老马笑道：“这可是未来的万亿级企业，你的技术估值远不止于此，我们不能占这么大便宜。”小马哥也点头：“我们更看重长期合作，不能因小失大。”我让众人自行估值，老马提议1万亿，我坚持定为8000亿，自身持股56%，25%。众人商议后纷纷应允。众人随即快速分工，小马哥负责对接相关事宜，老马垫付前期资金，曹伟牵头舆论造势，老丁与老雷则负责筹备后续资金。各项合作事宜迅速敲定，我快速拟定并打印好合作协议，众人依次签字。天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老马看着股权结构，感慨到：“这份协议一签，国内首富的位置怕是就要易主了。”老丁粗略算了算我的身家，此前你的各类产业估值已超1000亿，如今加上天科能源的股份，身家直接突破3000亿，短短1个多月达成这般成就，堪称商界奇迹。我笑了笑，万亿企业的财富并不好守，若没有足够的布局，很难稳住这份产业。老雷深以为然，咱们之前商定的人才培养计划，此刻看来至关重要。天科能源主打全自动智能化生产，无法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唯有通过培养计划回馈社会，才能筑牢企业根基。众人一致赞同，决定全力推行这项计划。我笑着提议为计划命名，小马哥思索道：“叫新生如何？”寓意科技与社会发展的全新开始。众人纷纷认可新生计划，就此敲定。我随即邀约众人聚餐，并邀请他们次日出席公司发布会，一同对外公布天科能源的成立。老丁担忧公司尚未落地，我笑道：“正是如此，公布消息后，各地政府定会争相给出优惠政策，免费拿地并非难事。”众人起身准备前往餐厅，纷纷拿出自带的珍藏好酒，打趣道：“听闻你昨日用特殊红酒招待赵家，坑得对方声名狼藉，我们可不敢轻易尝你的私藏酒。”众人哄笑不已，老马更是顺势调侃我与赵家的纠葛。我连忙摆手否认。就在这时，办公室门被轻轻敲响，肖小爱轻声汇报老板：“赵家的赵听云小姐来了，情绪似乎不太稳定。”众人顿时露出玩味的神色，起哄让我前去妥善处理。我无奈点头，带着众人一同下楼。我驱车前行，赵听云坐在副驾驶，一身利落的皮衣装扮，头发竖起，气质英气十足。我开口问道：“你为何还要再来？”赵听云眼中满是执拗：“你达成了自己的目的，可我赵家世
代的使命还未完成。我轻看到长生本就是虚无缥缈的执念，赵家没有对应的实力支撑，抢求只会引来祸端。一旦长生的相关消息泄露，凭赵家的根基根本无法自保。赵听云讥讽道：“你不也在追寻长生？你我本就是一路人。”我摇了摇头，我与赵家截然不同。天科能源一旦上市，我便是国内首富。我要长生，要的是全民适用的生物基因技术，而非一人独存。心怀众生，方能行稳致远。赵听云怔怔看着我，随即直白说道：“我此次前来，是代表赵家向你示好。赵家愿意成为你的助力，你想要的基因技术原材料，我们都能为你找来。我们不求独占长生秘密，只求见证长生之谜，完成家族世代传承的使命，从中获取些许微薄利益。为此，赵家愿意倾尽所有权力依附于你。”我闻言一时语塞悄然，别过脸，心底泛起几分尴尬。还我的黑金会员卡！天河超算基地如今已经更名为超神科技集团公司总部后花园中，10几个烧烤架摆在地上，7、8张桌子刚刚被保安部的人安放完毕，随后一筐又一筐的各种烤串被端上桌，全都是生的蔬菜新鲜，肉串还带着血丝。老马一脸懵逼的看着这一切，半晌后怒骂而起，向着我冲了过来。老哥，你的稳重呢？我瞥了一眼老马，义正言辞的说道。老马顿时停下脚步，指着我又指着烤架，气得说不出话来。半晌才笑骂：“行啊，你感情借卡就是为了装逼？我们几个过来你就请吃烤串，还得自己动手，你对得起他们带的10几万一瓶的好酒吗？嗨，这不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吗？你们都是大佬，什么山珍海味没吃过，吃点清淡的也算养生。”我笑着辩解，众人纷纷调笑几句，终究只是玩笑，随后各自动手烧烤。一顿热闹的烧烤吃了1个多小时，酒足饭饱后，我让肖小爱将老马等人安排到公司的住宿楼6芒星大楼中的一栋，楼上的招待套房比星级酒店还要精致，几人自然十分满意。肖小爱安排好众人后，悄声走到我身边：“老板，他还在喝。”他指了指闷头喝酒的赵听云。我看了赵听云一眼，叹了口气：“小爱，你先下班吧，剩下的交给我。”待肖小爱离开，赵听云看到我走来，冷淡开口：“到我侍寝的时候了吗？是什么寝？”我翻了个白眼，我直说长生之谜的核心不在古代大墓，而在月球。回去给你家老爷子带个信，真想投靠我就让他亲自来，你还代表不了赵家。赵听云一愣，随即冷笑：“骗我也找个好理由，古人有能力登月，孤陋寡闻。我不屑道，连长生树都出现了，登月有什么稀奇？”赵听云咬牙：“我能代表赵家，昨天夜里我已经成为家族第1继承人。”我眼前一亮，瞬间看穿赵家的心思，这是用他做筹码，换取我的信任与扶持。我点头道：“可以，你回去把赵家海外生意撤回，我需要你们在国外弄一家私营太空公司，越大越好，钱不是问题，就看你们有没有办事的能力。”赵听云眼中闪过光亮，他并未真的喝醉，立刻追问规模。得到答复后便转身离去。时间一晃而过，第2天一早，肖小爱开车回来，手中拿着一套私人定制西装，这是我第1次穿正装。在他的帮忙下整理好衣物时，老马等人也已起床运动。有浪哥人模狗样的，老雷笑着调侃我，翻了个白眼没理会。老板，媒体已经通知到位，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开始，这是您的发言稿。肖小爱递来一张卡片，我低头一看，忍不住笑了，所有横空出世都是厚积薄发，这谁写的，连我都骗不过。没注意到肖小爱脸色发黑，攥紧了拳头。上午10点，6芒星大楼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热闹，航程各界人士，国内外媒体纷纷汇聚，国家电视台和国外重要媒体也进行实况转播，上千人涌入最大的智能化会议室。刘一手作为主持人简要说明后，便邀请我上台。掌声雷动中，我接过话筒走上主席台，身后的超大型液晶显示屏立刻浮现出科技改变生活6个大字，随后开始播放我这2个月的崛起历程，从第2世界天虹工业、陈氏钢铁到我与老马等人签署协议的场景。台下众人瞬间精神振奋，议论纷纷。诸位欢迎你们！我微微一笑，抬手示意显示屏切换成魔法世界的画面和相关数据。这是魔法世界，1个半月前它还只是一款只能容纳1000名玩家的页游，如今它已成为全球最火网游，同时在线玩家突破1000万，注册玩家达3000万，更诞生了几10万职业玩家，形成了独特的游戏金融体系。我相信它终将成为真正的人类第2世界。简单介绍完魔法世界，我又简要说明天虹工业、陈氏钢铁等公司的情况，随后正式宣布，从这一刻起，超神科技集团正式运营，我本人担任董事长兼 CEO 刘一手，孙天虹任副总。集团控股第2世界天虹工业、随意安保陈氏钢铁、陈氏矿业100%股份控股天科能源56%25%股份，注册资金1000亿，整合后资产初步估值3100亿。话音刚落，台下瞬间炸开了锅，媒体记者们激动的举手呼喊，所有人都对3100亿的估值充满质疑。短短2个月崛起，怎么可能有如此高的资产？就在这时，老马带着小马哥老郑、老雷、曹伟等人从后台走出，走上主席台，全场瞬间安静，所有人都呆呆的看着这几位大佬，心中预感要有大事发生。老马接过话筒，笑着开口：“大家觉得估值有问题？其实没错，不是估高了，是估低了。昨日我们6人签署协议，我和几位兄弟合计集资3500亿，他出技术抵4500亿，共8000亿组建天科能源。老雷上前补充，具体技术不便外泄，但我们已掌握全新能源技术和多种高端材料制备方法，比如石墨烯。天科能源未来将彻底改变全球能源行业，现在的估值远远不够。”台下众人彻底震撼，议论声此起彼伏。有人算出我手中的技术价值4500亿，加上其他资产，身家接近6000亿，足以冲击全球首富之位。我走上前示意大家安静，既然大家不再质疑估值，我们继续发布会。接下来，超神科技旗下各子公司将推进多项计划，随意安保将扩大招人进入市场提供服务，陈氏矿业将在土耳其等国探测矿产开展合作，陈氏钢铁将深耕新型金属领域，保障天虹工业原材料供给。第2世界将举办第1届天骄大赛，冠军和
合32强可参加海上天骄盛宴，而天虹工业将全力推进虚拟现实技术落地。虚拟现实技术，台下众人再次震惊起身。我微微一笑，挥手示意，身后的显示屏画面化作微型建筑群，环绕在我四周，可随我的手势移动破碎。这不仅是虚拟现实，更是虚拟交互技术。这是虚拟成像、虚拟现实与虚拟投影技术的结合，核心是对光的利用。我介绍到这些技术已完全成熟，天虹工业将接受全球订单，生产3种配套产品：虚拟成像光屏、智能光影芯片、隔空互动感知器，搭配使用可实现完美投影交互，适用于手机的小型硬件套装，定价2333元，欢迎各大手机厂商订购。老雷忍不住开口，有什么缺陷吗？唯一的缺陷就是耗电。我拿出普通手机电池，开启虚拟投影，顶多支撑1小时。台下众人顿时皱眉，老雷也面露焦急。我笑着抬手，虚拟投影出一款全新电池和相关数据。这是天科能源首款产品，天科 S1 手机电池无需充电，开启虚拟投影也能正常使用3年。我们卖的不是电池，是电池内的电量，电池只是赠品，定价1888元，同样接受全球预订。老雷立刻松了口气，开口解释1888元一点不贵，能支撑虚拟投影使用3年，其中蕴含的电量价值远超电池本身。台下再次哗然，媒体记者们疯狂记录，所有人都清楚，这些黑科技将彻底改变多个行业。新闻发布会结束后，老丁对我刘一手则一脸幽怨地走过来，暗自偷笑。小马哥开口道：“浪哥，我们先回去了，等各地筹备到位，在商议公司后续选址，空常联系。”其余几人也纷纷道别。老雷临走前还特意叮嘱，天虹第一批虚拟投射硬件要优先留给他，第一批硬件可得优先留给我啊！我点头示意，看着众人离去，独自站在全透明的如今皆大老师是顺利崛起，免除了诸多麻烦，走到这一步，我终于可以坚定地说，对未来充满信心。